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这一集我又来和大家分享潘海利根啦。潘海利根他们家的香水，除了最有名的兽首系列呢，他们家还有一个系列，我觉得是非常隐藏版的，就是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贸易系列，也有翻译叫做日不落系列。那么这个系列其实大家可能会比较陌生一点，但是我相信应该大家都有听过黑玫瑰这支香水吧？这支香水也是在这一个贸易系列里面其中的一款哦。那这个贸易系列其实它的最初的灵感其实是在19世纪的这个航海时代。那当时呢，伦敦是一个非常大的港口，那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运送过来的这种高级的货物，像是珠宝啦、丝绸品，或者是稀有的木材、香材等等的。那我觉得这个系列它所带给你的感觉呢，会比较偏向于这一种中东地区的这种浓厚一点的味道。所以其实它很多香水，我觉得可能新手是不太能够驾驭的。但是今天我就是帮大家选出了4支香水，是这个系列当中呢很清爽、很好驾驭的4支香水。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先就是从这4支香水先入手看看。那如果你觉得这4支你都闻得很 OK 了，然后想要再进一步的话，可以再去尝试他们家其他更浓郁的香水。好，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。首先，第一支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L'Otel 运茶船。其实 L'Otel 这个名字呢，在当时真的是有一艘船叫做 L'Otel， 那这艘船呢，就是刚好运送茶叶的船，所以它的名字也叫做运茶船。那如果你是因为茶这个字呢，而对这瓶香水有兴趣的话，我觉得你会有一点点失望哦，因为我觉得这瓶香水它的这个茶叶的部分啊，真的是不明显。它的前调呢是有杜松子、小豆蔻还有葡萄柚。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杜松子的这种苦跟小豆蔻的香料感，我觉得它带给我的感觉像是那种黑胡椒的味道。它是有一点呛，还有一点刺鼻的感觉。一开始我觉得就好像是你突然间闻到黑胡椒的感觉，就是你会瞬间觉得鼻子酸酸的，然后会很想要打喷嚏的那种感觉。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，它的香气会变得很柔顺，变得也比较细腻一点。它到中后调的时候，这个无花果树的味道出来呢，它所带给你的会是那种有一点点无花果树的这种奶味。我觉得这个奶味跟前面的这个黑胡椒的这种香料感融合在一起，就是它融合的很和谐，然后味道也是很柔顺。有点难解释这个黑胡椒怎么样融合的很好。我觉得简单来说，就是我们去意式餐厅喝的那种丝滑奶油浓汤的感觉。然后呢，你上面撒着黑胡椒粉，你再把它们一起搅拌出来的那种味道。我觉得这支香水到中后调的时候呢，真的会带给别人很温暖那种味道味，闻起来很舒服，而且我觉得会越闻越上头。那这支香水我觉得是一款中性香，如果男生穿呢，我觉得会带给别人那种很沉稳、很安心、很干净的那种大男孩的形象。那女生穿呢，就是会带给别人那种有个性、很干练的那种感觉。那这支香水我觉得不论日常外出或者是工作通勤的场合都很适合。那这支我觉得在秋冬天或者是雨天这种微凉的季节去穿，更能够凸显出这种香料带给你的那种温暖的感觉。接着这一支是广藿之霞 Empresa， 这支香水呢是一款有钱人的味道哦。怎么说呢？其实 Empresa 这个字呢，主要是指女王的那种珠宝盒，就是古代那种有钱人家所用的高级珠宝盒。那如果是珠宝盒的话，为什么它会翻译叫做广藿之霞呢？等一下我会和大家做解释。香水一开始会带给你的是那种非常新鲜的水果的味道，它的开出呢会有血橙、柠檬之类的，会比较偏向于那种柑橘一点的味道。然后很快呢，我觉得它会变成那种比较甜的那种莓果味，就是你会闻到像是有桃子啦，还有蔓越莓之类的味道。
而且其实这款香水我一开始闻到它的时候呢，我第一个联想到的就是香奈儿的橘色那一瓶香水。但是我仔细去查这2支的香调，其实它们2支的香调也没有太大的相似，只是第一时间就是刚喷出来的时候啊，会马上联想到它。那我觉得相较于香奈儿那支呢，这支香水我觉得它的这一个香调的变化比较单薄一点，然后味道也会偏比较活泼、比较年轻一点。那支香水一开始呢，会从这一个比较水果类的这种甜味，会演变成到后面比较偏向于美食调的甜味。到尾调的时候，会有那种可可、香草之类的味道。那我觉得在尾调的部分，你应该还可以闻到有一点点就是广藿香吧。广藿香其实放在这边是不太明显的，但是我觉得还是能够闻到，就是香调变得比较没有那么甜腻。我觉得这支香水整体来说呢，它会带给你的是甜甜的感觉，但是不至于到那种会很腻，闻起来会很闷的那种感觉。那至于为什么它叫做广藿之匣呢？其实我是有去上网查了一下，因为以前的有钱人家啊，他们会穿那种丝绸品，然后这个丝绸品呢，他们会怕就是蚊虫啊会去咬，会去破坏这个高级的丝绸，所以呢，他们就会放入广藿香的叶子去驱虫，然后呢，就会变成说，如果是有穿这个丝绸品的富贵人家呢，都会闻到就是这个广藿香的味道。所以其实在当时他们会视为广藿香的这个味道呢，是一个有钱人的味道，只有有钱人才能够穿上丝织品嘛。那你穿丝织品才会闻到这一个广藿香的气味。所以这瓶香水呢，叫做广藿之匣，其实也是有它的意义所在啊。那回归到这瓶香水的味道，我觉得这一款香水是一款适合年轻活泼的小女生，日常外出跟约会聚餐，我觉得都非常适合。那这款香水我觉得是一款1年4季都很适合穿的尼罗河沉香 Eau de Nil。顾名思义，这支香水它的主体呢就是乌木沉香。那乌木它本身是会带有那一种比较深沉浓厚一点的味道，但是其实我觉得这款香水它是非常适合新手，是非常好驾驭的一款乌木香水。我觉得它一开始这个味道呢，会带有一点点很奇妙的酸味。我觉得这个酸味可能是来自于葡萄柚的酸，然后再加入了一点点这种玫瑰的味道。然后这边的玫瑰，我觉得它是那种提炼过后的玫瑰精油的味道，就是你闻起来这个玫瑰味呢，不是新鲜的玫瑰花，反而是那种玫瑰精油很浓厚、很醇厚的感觉。然后一开始它的玫瑰味，我觉得其实还挺重的，所以一开始香气带给你的呢，会是比较腻一点的感觉，而且还会有一点点脂粉味。然后香气慢慢过到中后调的时候呢，其实这种花香味啊是会越来越明显的，像是有茉莉花香啦、橙花等等的。那这个花香其实也稍微中和掉了，就是前面这种甜腻的感觉。我觉得到中后调的时候呢，它这个花香味其实带给你会是那种更加温柔、更加有气质的那种味道。然后这支香水的尾调呢，是有这个紫砂草、乌木还有琥珀。那其实乌木在这瓶香水当中，我觉得它的味道其实是不太明显的。我觉得很明显的，在尾调的部分，我可以闻到的就是这种古代的那种书卷的味道，然后还有一点点这种泥土的感觉，就好像是你走在尼罗河畔，你可以闻到就是尼罗河那种冲刷的那种土壤的气息，然后呢，还有就是旁边的花草的味道。其实这支香水整体来说呢，是很清新、很自然，而且非常好穿的一瓶香水。但是它里面的白花香呢，是还蛮明显的，所以我觉得女性朋友们会比较适合这瓶香水。那这支香水真的是非常好穿搭，日常外出、约会聚餐，然后春夏季节去穿，我觉得会更加的合适。接着这支是君士坦丁堡 （Constantinople），它的发音非常的难念。
这款香水我觉得是一支看似复杂，但是却非常好穿的一款香水哦。一开始我觉得它的味道呢，最明显的是可以闻到这一种松树的甜味。我觉得它这个松树的甜呢，是来自于松木的这一种树脂的味道，就是闻起来是很天然的那种甜味。但是一开始我觉得它的味道是有一点腻的，然后很快我可以闻到的是有一丝的这种冰凉的感觉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天竺葵的原因，所以它的味道是有一点点像是那种薄荷清凉的那种感觉。然后香气过渡到中后调的时候呢，会有鸢尾花的出现。这个鸢尾花呢，我觉得它会让香气变得有一点粉感。粉感之后呢，又会有闻到这个薰衣草的感觉，闻起来很舒服。我觉得这款香水也很适合就是当睡前喷的一款香水。那这支香水我觉得整体来说呢，它的层次啊跟味道的部分都还蛮丰富的，而且感觉它的味道是有一种深度在，是有厚度的，就是感觉越闻越好像能闻到更多的感觉。我觉得这款香水是一支中性香，不论男生女生穿这支香水的话，会带给别人你是那种很有故事的，然后呢讲话啊跟举止是温文儒雅的一个人。无论你是日常外出还是要出去聚餐，我觉得在秋冬天去使用的话，非常非常的适合。那这支香水我觉得整体来说，它的味道是偏比较清新的，而且接受度我相信应该也是很高。我非常推荐大家要去试试看，我自己也是非常的喜欢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我今天分享的4支香水。那以后呢，我还会再推出就是他们家贸易系列更多的香水，所以呢，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子你也不会错过更精彩的内容咯。那最后，如果喜欢我今天影片的话，记得也别忘记给我按个赞、订阅还有分享哦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见。